什么？你还要办厂啊？我们现在的生意，无外就是茶叶、药材、皮毛这些。但泾阳地力毕竟有限，所以我们所得也有限。而吴家的生意想要再上一个台阶，还是只有办厂。周莹哎，虽然我们挣的没以前多，但也够花了，没必要再去折腾了。四叔，机器织布那是大势所趋，不光我们吴家，连整个国家都必须赶上这个趋势，那才有生路。周莹啊，你的眼光我是相信的。可是俗话说得好啊，枪打出头鸟。如果我们发了，难免又成了人家眼中钉肉中刺。要我说呀，吃一堑长一智，守着这点基业够了。对呀，二叔啊，以前朝廷不准民间私人办厂，我们只有和官府合作，所以才导致后患无穷。但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完全靠我们自己，所以以前那种事情应该不会再发生了。少奶奶，我就一个顾虑，陕西机器织布局已经运转多年，如果我们再办布厂，能竞争得赢吗？对呀，这个我早就想过了。机器织布局业主2度易手，已经大伤元气，不仅管理涣散，出产的洋布质量也大幅下降，销售也毫无章法。我与那些客商和职工都已经谈过了，他们都肯定地表示，只要我们的泾阳布厂开业，就一定转投我们。说天时，现在到处都在讲变法，连皇上都亲口鼓励民间私人办厂。说地利，关中自古就是棉花产地，泾阳更是西北洋布贸易中心。说人和，职工客商都心向我们，所以我相信，这泾阳布厂一定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周莹，我只有一个问题：按今日时价，开厂至少需要30万两白银，而我们现在统共只有15万两白银的结余，那剩下的15万两从哪里来？你们忘了，当初我既然可以把机器织布局抵押给洋人的银行，那现在我依然可以把未来的泾阳布厂做抵押，来获得现银啊。周莹啊，这泾阳布厂还没有开建，这就可以抵押吗？现在那些钱庄票号，自从见识到了洋人的手腕之后，他们做生意啊也开始活络了不少。那既然不愁现银，我同意开厂。我同意开厂。我同意。同意。我同意。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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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行吧，既然大家都同意，那我也同意吧。我也同意，那我们就开干吧。约瑟夫先生，约瑟夫先生，夫人，夫人，约瑟夫先生，我今天来是想来看看那本画册。就是你以前给我看过的，上面有机器织布局的那本。啊，你来得太巧了，再晚来2天我就离开了。你要走了？是的，我的任期已满，我要回家了。那你还回来吗？这就要看上帝的安排了。过来，过来，来。这里，是这一本。这本画册就送给你了。谢谢。这后面还有这么多工厂。
这个是发电厂，有了这个工厂，每家每户就能用上电灯了，就像这个一样。啊，这是钢铁厂，它可以造船、大炮、钢铁制品。哦，还有这个，你看，这是造船厂。你们国家有这么多工厂，难怪这么强大。其实现在的确是很强大，但是会变的，这只是暂时的，你们也只是暂时的沉睡。我越了解你们伟大的文明历史，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你们总有一天会强大起来。你的意思是，我们以后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工厂？我的意思是，你们还会为世界创造出很多的财富。真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我能再问你多要一样东西吗？夫人，你想要什么都可以，除了我的电灯。能把它送给我吗？哦，它是你的了。给。我一直想让我的夫君来看看这幅地图，只可惜还没来得及，他就已经去世了。我给你的药水没有用吗？不，你的药水非常神奇，好几次他昏迷，都是这药水把他给唤醒的。哦，那他为何英年早逝？他是被人下毒害死的。那你知道是什么毒？砒霜。砒霜。砒霜。天哪！如果我当时在场，我会给他喝下药水，或许能够救他。来不及了。从他发作到口鼻流血到去世，几乎就是片刻。他甚至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跟我说。夫人是说他口鼻流血？是。不对的。什么不对？在西洋，砒霜叫做三氧化二砷。我知道，砒霜中毒会死于呼吸衰竭，他绝对不会口鼻流血。如果你丈夫是口鼻流血，那么就明显是胃肠道受伤的症状，所以我断定他绝对不是因为被人下了砒霜而导致死亡。你终于承认是你杀了吴平，是我在金膏里面加了红心石，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会错杀了吴平哥哥呀！少爷死之前在哪儿吃的饭？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应酬，是在杨柳居。他和谁在一起吃？龙生河的杜老板。不是胡咏梅？砒霜中毒，绝不会口鼻流血。你确认？传教士约瑟夫和梁大夫都证实了这一点。那现在只有一个推断：吴聘在吃下那几口金膏前，就已经中了毒。你怀疑是杜明礼？只有他。那会不会是沈家人下毒？自从吴聘被打后，
吴家东院防卫森严，平时外出都有保镖随身护卫，沈家应该没有机会下手。而且此事我也问过沈心怡，他承认重伤吴聘的是他，但他绝对没有下毒。你相信他？我相信。他杜明礼杀吴聘，出于什么目的呢？这得问他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换成以前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冲到他面前，哪怕和他同归于尽，要做个了断。但现在我有了怀仙，我必须得学会养精蓄锐，报仇10年不晚。周莹，我们把这土木作坊拆掉，然后推出去，然后再往那边那块空地一直往那边扩张。这样，等我们这泾阳布厂建成了，别说是陕西机器织布局，就是比那画册上的那英吉利工厂，那都还得宏伟。好，很好。大哥，你怎么来了？我去东院找你，王世军说你在这儿，我就来了。你来的正好，正好帮我看看。我打算新建织布工厂，这块地怎么样？此事恐怕要费些周折。怎么了？明理找我，要我威逼你打消这个念头。我建织布工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压垮机器织布局，从而夺走王爷对他的恩宠。我知道，估计他也想到了这个后果，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你。那你打算怎么阻止我？我打算以巡抚之尊下令，严禁你筹办工厂。做好准备。以前啊，我们只知道买回机器开工卖布，这一次既然知道了人家日本工厂的精妙之处，就必须得学得有模有样才行。那是那是。周莹，哎，大哥，你这泾阳布厂什么时候开工？现在出定，1个月之后正式开工。为什么还要等1个月呀？机器不都已经到了吗？机器到了还得安装，工人还要培训，所有工种之间还有一个配合过程。事儿多着。不行，10天之内必须开工，必须要见到成效。这大哥，这也太着急了。怎么能不急呀？皇上为了你这泾阳布厂专门下了诏令，说务必要办一个样板出来，给全国的总督和巡抚看一看。可是现在2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啊？可是办厂这么大一件事情，千头万绪，哪里是几天时间就能搞定的？哎，这是啊，你这是强人所难，我跟你说啊。子说，变法本身就是强人所难的事儿。要想舒坦，可以不变法，吃面。这吴策，跟你四叔怎么能这样说话呢？韩正，我把话撂这，15之前必须开工，如若不然，我便上书皇上，取消你们泾阳布厂所有的离税优惠，而且我还会告你们，说你们假借变法办厂，沽名钓誉。你敢？什么德行啊你是？这，哎，二哥，我说，来人！来，扶进去，扶进去。小和尚，老爷，这么多。大人，能缓一缓的我都捡出来了，这些都是最急的。大人，夫人来了。哎，你来的正好，我正好啊，有几个要设商务局、商务会的这几个诏令，你帮我看看，想想办法，怎么能应对一下。我是来向你求助的。哦，怎么了？
这个吴泽非要泾阳布厂在10天之内开工，这怎么可能？所有机器还没有安装完毕呢。又是吴泽。赵大人，赵大人，不好了！怎么了？学政大人刚出家门，就被100多个童生秀才给围攻了。那是为什么？科举制度废了，现在要求把文庙全部改成新式学堂。这些书生啊都不干了。呀，怎么会这样？现在鼓吹变法的这些人，压根儿就不知道民间的疾苦都是纸上谈兵罢了。他们的心倒都是好的。朝廷上下原本支持维新变法那些官员，到现在都渐渐的对这些维新派产生了反感，更不要提那些原本就反对变法的王公贵族。那行了，我先把学政大人解救出来再说吧。哦，对了，有机会的时候提醒一下吴泽，省得以后局面不可收拾。那个，有机会的话，你也提醒一下他。好，走。吴泽，吴泽，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要跟你商量。这名单上的人，必须立刻革职。为什么？我来的这些日子，明察暗访，发现这些人要么就是阻挠新政实施，要么就是消极拖延。尤其是那个学政大人，这都1个月都过去了，新式学堂还是没有进展。这个，我要替他说2句了。要银子无银子，要老师没老师，这怎么可能凭空办得出来？你还袒护他？我不是袒护他。今天为了新政，他差点被人围殴。大家不是消磨拖延，是在疲于奔命。如果你们不改掉那个旧时的官僚做派，自然是难以实。可是现在，这变法的诏令几乎每天都得送来，那最多1日可以收到10几份的诏令，有商务，有教育，有军务，连我都不知所措。那你让这些下面的官员和普通的民众怎么办？我说吴泽，这一点，你们是不是可以变通一下？如何变通？我以为法令的颁布可以暂停，至少签把签，绝不能停。至少可以先变一部分。赵白石，你千万不要存如此想法。我告诉你，变法一说，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照你们这么个变法，不出3月一切全乱。没错，我们要的就是天下大乱。你说什么？大乱之后，才是大治。吴泽，你动了脑子想想，这几百年来积下的毛病，这几天之内就能给变过来？赵白石，你不要为自己的背了严的而找借口。我看你分明就是不想变法。凭什么说我不想变法？那你现在把他们都给撤了呀！恕难从命。撤，还是不撤？不撤。好，好，那我就马上上书皇上，参你违拗钦差，阻挡变法。到时候，你可不要怪我，怪我无顾同窗之意，因亲之疑。随便你。
四叔，赵大人被罢官了。是啊，据说是吴泽干的。这大哥是疯了吧？可不是。那二叔呢？一听急了，这跑去找吴泽去了。吴泽，爹，您怎么来了？吴泽，别再搞什么变法了，马上跟我回家。爹，变法成败在此一举，让我现在和您回家，怎么可能呢？吴泽，从古至今，那些变法的商鞅、吴起、王安石，哪个有好下场？啊？爹，我和他们不一样。你看你，废科举、裁容员，到处挑事，到处得罪人，就连赵白石这样的好官，也被你罢免了。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爹，赵白石乃朝廷大员，顽劣不化，不识大体，处处与我作对。我弹劾他，那是大义灭亲。你这是变法吗？你这分明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送客。吴泽，你敢撵你爹走啊？爹，我很忙，有好几个奏折等着我写呢。对了，爹，泾阳部长到底是什么情况？15之前能不能开工？如果不能开工，皇上要是问起我们陕西的变法情况，我可是要给周莹添上一笔。你敢？吴泽，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敢对周莹怎么样？老爷，老爷，快去叫人！爹，快，老爷。李总来了。王老板，实在不好意思，你今天为我留的位置我可能要取消了，临时有点事情，实在抱歉。没问题呀，嗨，就这点小事，打个电话说声就行了，干嘛还特意跑一趟？嗨，也都是到了楼下才临时决定的，那我当然要告知你一声，要不以后你怎么为我留好的位置呢？这就说外了。行了，好了，你先忙，改天再来拜访。OK， 那我先忙了，再见。好。今天谢谢你啊。嗨，小事儿。啊，不过你那视频可是在公司传疯了啊！你不是平时挺厉害的吗？怎么今天被那黎薇薇欺负成那样，你不还手呀？还有啊，你当着那么多员工的面说什么你勾引我，还跟我在一起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哎，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可是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那最好。我那是被气的，虾饺和面条交一头，顺着风就进脑子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飙出那么一句话。看我干嘛？跟我说实话，为什么突然间要换一家餐厅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吃这家。编，接着编，少来这套。是因为你姐在楼上吃饭吧？我是为了你好，我替你着想的。你说我姐，你未婚妻在里面吃饭，咱们这一帮人进去了，万一碰上了，你多尴尬。可不是嘛，你是我兄弟啊，你替我想的多周到啊，那我得谢谢你，对不对？客气。
幸亏啊，我上去没见到你姐，要不然你这姐夫我呀得尴尬死。带你换一家餐厅。谢了啊，送完我秘书，麻烦你又送我一趟。我跟你说啊，你得对你的这位秘书好一点。要是有一天你欺负他，让他生气，你的这位秘书逃跑了，我随时接手啊。哎，今儿这事儿可是你跟你亲妹亲手造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是看上林美雅了吧？喂，妈，你在哪儿呢？赶紧回家。什么事儿啊？回来再说吧。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怎么了？老太太叫我回家。得，你回去吧，别让老太太等急了。嗯，走了。慢点啊。藤原君，再来一壶。哎，谢谢。还是少喝一点吧。没关系。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请问你要吃点什么？给我来一份谷米饭吧。嗨。
不敢还手，我就是勾引欧阳了。我勾引他了，怎么了？我勾引他了，我跟他在一起，你有意见吗？这个贱女人，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承认了吗？你承认你勾引欧阳？欧阳，给我下来！ 这就是你擅自做主换来的新秘书。巴黎归来的留学生，导师推荐的优等生。爸，这里面有误会。爸，这个女人叫林美雅，是个孤儿，很小就被养父领养。她的养父经营着一家街边大排档，3年前赴欧洲留学，原本与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是恋人关系。 但是前段时间留学归来，和欧阳在飞机上拿错了行李，从那之后就缠上了欧阳，同时立即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手段，成为了欧阳的秘书。姐，你有没有搞错啊？是陈哲甩林美雅。郝瑞啊，通知人事部，立即开除林美雅，让原来那个秘书回来。 爸，林美雅工作能力很强的，今天是李薇薇欺负她，她一气之下才说出那种话的。她根本就没有勾引我，我们还没有在一起。一个好姑娘，一个正经姑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公司上上下下怎么看你？你知道吗？你以后怎么对待这个公司？你说，我管他们怎么看啊？反正我也没打算进入这个公司。 林美雅没有错，你要是开除林美雅，那就把我也先开了。哎呀，这是挺重。哎呀。 要不要再给你加点什么？哦，不用了。吃啊！什么时候出来的？出来有些天了。不是还有1年吗？我表现好。 提前释放了，你过得好吗？小瑞他好不好啊？ 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早一点制止？对不起，爸，我已经警告过欧阳，让他开除林美雅，但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你在外面住的还习惯吧？还行。 习惯就好，早点回去休息吧。哦，那爸你也早点休息。
别的，不好看了啊！行了，别哭了，等你哥回来，我们好好说说他。爷爷，爸妈，这么着急把我找回来，有什么事儿啊？站着。那边去。坐过去。李董，你怎么回事？她可是你亲妹妹，你怎么能帮着外人一起欺负你妹妹呢？微微从小到大，我们可是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碰过。那个李美雅竟然敢打她，她是不是给欧阳做秘书啊？明天你就带我们全家去找她。爸，你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我倒要问问她凭什么打人。我去。爷爷，爸妈，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别着急嘛。动了气伤了身体不值得。微微，别哭了，洗过了。既然今天微微主动把这件事情提了出来，那么我这个当亲哥哥的，觉得非常有必要，当着爷爷、爸爸还有妈妈的面，把这件事情说道说道。微微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这个家庭成员中最小的一位，也是我的亲妹妹，我一直都非常爱她。我记得小时候的微微是一个特别可爱、单纯、善良的姑娘，所以爷爷、爸爸妈妈才会格外的爱她、宠她、娇惯她，甚至到溺爱她。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的微微突然间变得霸道、蛮横、不可一世。你们现在可能不知道，我们家微微在外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说是不知天高地厚。那所以，我这个亲哥哥，当他出事的时候，当他在外面丢人现眼的时候，我非常有必要管教管教他。你管教她，我怎么听微微说那个李美雅扬言说她要替我们管教微微啊？你作为哥哥管妹妹，那得家里来管，你干嘛在外边联合起外人一起欺负她呀？就是啊，轮得到她一个外人来管教吗？就是啊，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爷爷说的对，爷爷爸妈先别着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说。其实今天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家微微把饭菜汤全部倒在了人家林美雅的身上。那上一次林美雅把一整瓶红酒全都倒在我身上，你怎么不说呀？上次我也在现场，人家为什么要把一整瓶红酒都倒在你的身上？你难道不知道原因吗？你上次是怎么侮辱人家的？你侮辱人家时候用的那些字眼，我当着爷爷还有爸妈的面，真不好意思再重复一遍啊。微微，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成年人就应该懂得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吗？林美雅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没错，她确实没有你有钱。可是人家的钱，是靠着他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一分一分挣来的。他不欠任何人，他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所以，当你侮辱他的时候，我请你想明白，尊重这2个字到底该怎么写。你们看他，你们看他，他还在替那个林美雅说话，明明是我被欺负了嘛。那个林美雅她自己都承认了，她确实勾引欧阳了。她要是心里没鬼，她干嘛我泼她菜汤她不还手啊？我这是在替天行道。好一个替天行道！我倒是觉得呀，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好了，咱们兄妹俩没有必要当着爷爷还有爸妈的面再争论下去了。这样吧，爸妈、爷爷，请你们到影音室去一趟。我手里边有一段视频资料。当看过之后，谁对谁错，将会一目了然。
你也来。我来了。什么视频资料？叫什么叫？别嬉皮笑脸的，走了。东东说的有道理，从今天开始，管教微微的责任就交给你了。你们两位就不要再插手了，就不要再管了。微微的一举一动，要及时的向我汇报。明白了，爷爷，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都知道。喂，思雨。喂，美雅，你休息了吗？我还没睡呢。我想你了。我也是，我也好想你啊，思雨。你最近怎么样啊？你爸应该同意你留在国内了吧？还没完全同意呢。不过我找到新工作了。真的？那太好啦！那一切还顺利吗？顺利，你就放心吧。那什么时候结婚呀？喂？喂？喂，美雅，你怎么不说话呀？美雅，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思雨。不对，肯定有事儿。你跟我说，是不是陈哲欺负你了？思雨，陈哲他跟我分手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你快跟我说，没关系，你就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当初我就不应该让你走。说来话长。总是在这种时候，思雨像是一块强大的海绵，它会静静地倾听我的诉说，并且接住我的眼泪。它总是有能力在瞬间将我的黑暗地带击碎，然后为我注射强大的精神镇静剂。这手啊被抱圆了啊，抱圆了，哎，像抱个球似的。爸，哎，王爷爷吃早饭啦！哎，等我们练完这趟就吃啊。阿姨，尝口尝口尝。好，叔叔你也来一个。吃，行吗？似乎巴黎温暖的阳光，也顺着网络被传递了过来，让我还来不及去细数雨滴，乌云就已经悄悄溜走了。思雨告诉我，
悲伤和痛苦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失去自己。要学会对自己说对不起，更要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我忽然间明白了，也变得更加坚定。董事长，欧总他还没来。你跟我来一下。坐吧。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林小姐，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辞职。只要离开欧阳，集团不会向你索赔违约金的，反而还会再给你15个月的薪资。人事履历方面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向同样有实力的公司举荐你，这是我给你最好的条件了。董事长，我想你肯定是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所以才对我和欧阳之间有所误会。我们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给你的条件你不满意？如果是因为昨天大堂里发生的那一幕，我可以解释。我说的那些话都不是真的，是在某种特殊的规定情境下不得已而为之。对于那种不实的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我考虑不周，我道歉。如果是因为我工作能力的问题，您一句话，我随时离开，我任何条件都不要。但是现在，只因为一点风言风语，您要我辞职，我不接受。我知道您的顾虑，但是还想请您给我一次机会。即使我现在离开，众人对我、对欧阳的看法，并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为自己翻案呢？其实，在我看来，欧阳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不学无术，他还是很有能力的。等我自证清白之后，我再离开也不迟。您觉得呢？董事长，您觉得呢？上半年度，公司在纸媒、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以及线下活动所投入的资金比例，已经超过了我们全年预算额度的65%。这一大早你去哪儿了？公司还要配合几大时装周宣传和推广，以及购买各大电商的广告版面。坐吧，坐吧。我打断一下，各部门主管都在。我宣布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严令禁止集团的员工在公司以及网络上传播欧阳和林美雅的流言蜚语。林美雅是欧阳的秘书，仅此而已。一旦再让我发现有人对于他们俩的关系进行无端揣测，欧氏随时请他走人，无论是谁。我说完了，继续吧。关于这次新品发布会的实际成本，我们必须要控制在这份预算的50%之内。我看了一下，目前的整体宣传方案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一定要记住之前方案的精准，直接体现在活动的宣传效果上。
我可以接受成功或者失败，但绝对不接受平庸。所以，董事长，集团下半年的整体宣传方案的执行工作，我想交给欧阳来全权负责。您觉得呢？好啊，没问题。好，欧总，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了。我会让相关部门全力配合你的工作。你怎么那么干脆就同意了？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你先告诉我爸跟你说什么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还是你跟我爸说什么了？昨晚上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替你死扛啊！啊！怎么今儿一早他突然之间就站在咱们这边替咱们说话了呢？啊？这么说，你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做担保。林小姐，请你告诉我，在你心里，欧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刚开始认识欧阳的时候，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满世界跑着玩，一个出生在有钱人家的寄生虫。可是通过我和欧阳拿错箱子，我才知道，他并不是在满世界跑着玩，而是在打自由搏击比赛。打自由搏击比赛？是。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赢过，总是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他一直不回来，就是因为要在国外养伤。伤还没养好，下一场比赛就又开始了。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知疲倦。欧阳的箱子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和自由搏击有关，唯独有一样，就是董事长您的全家福。他打自由搏击，说明他内心有着强烈的想要证明自己的渴望。他不希望依附于任何人，不希望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孩子。他走到哪儿，都带着家人的照片，说明他内心渴望着家庭的温暖。总之，我认为欧阳是一个聪明、善良、富有正义感的人。我相信他，我相信他能成大事。早上董事长来找我，他让我主动提出辞职，我没同意。我告诉他，即便我要走，也要让别人解除了你我之间的误会之后，我才能走。就是这样。就这样。哎，你说实话，我爸是不是给你开什么条件了？要不然你怎么突然之间跟我统一战线了？还这么关心我的死活？你不是特想从这儿辞职吗？第一，灰溜溜的走掉，不是我林美雅的做事风格。第二，要想证明我的清白，就要先证明你的清白。所以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们必须并肩作战。好了，说回正题，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下半年整体宣传的第一炮4场秀。4场秀啊，欧阳，以咱们目前拨下的预算来看，根本就支撑不下来，而且还没有算重新策划整个方案的时间成本。咱们现在是要钱没钱，要时间没时间。更何况，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你姐她在故意刁难你，你怎么那么主动积极的就把这件事情应下来了呢？我当然知道他是在刁难我，所以我就更应该积极主动的把这事给应了，要不然不就是我欧阳怕了吗？哎，我练综合格斗
已经5年了，大小赛事参加了无数，不怕你笑话，前4年里我连1轮都没赢过，我就这么一直输，一直输，输得我都烦了。我就告诉自己，欧阳，你就别参赛了，你放弃这项运动吧，你没这个天分，你不适合，你安静的做一个纨绔子弟不好吗？但是我又一想啊，凭什么呀？人只能活一次，凭什么我的人生要在你们的话语中抉择呢？所以我就更加的努力训练，研究技术，制定战术。就这样，哎，我今年终于过了第1轮。其实我知道，在很多人的眼里，我就是被我爸推到台前的一个提线木偶，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其实这跟比赛是一样的，其实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连输的勇气都没有。我最终可以接受，我离开欧氏集团的身份是失败者，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别人叫我懦夫。再说了，我欧阳又不是吃素的，我连一拳一脚都没打呢，他凭什么就认定我一定会输，对不对？像，实在是太像了。原本呢，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可是之前绑架您女儿的绑匪当中啊，有个人还是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于是我就根据他提供的地址啊，询问了几家当地派出所，还真找到了11年在沙顶镇登记的居住证信息。他们现在在哪儿啊？林先生，您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中国这么大。找1、2个人哪那么容易啊？从11年到现在啊，这母女俩据说辗转了很多地方。哎呀，好在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他们的身份证信息，总比之前漫无目的的大海捞针要强多了吧？哎呀，是，真是太感谢你了，不客气，麻烦你了。没事吧？对不起啊，我先接个电话。好。小雅，怎么了？爸，今天晚上我要加班，我得晚点才能回去。这怎么刚到公司就加班啊？我这不是正好赶上公司新产品研发的关键时刻吗？我们产品研发部的同事上上下下的都得加班，我一个新来的，我不得表现表现？那好。哎，那记得晚上吃饭啊，可千万别因为工作把自己身体给搞垮了。另外，你下班之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回去不安全啊！哎呀，爸，不用了，我都多大了？等我下班以后，我叫辆车就回去了，很方便的，你别担心我。那好，那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哎呀，好了，爸，我知道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得进去工作了。哎。终于有你们消息了。你看看，你又来。要不是妈的病，不会去见高丽丹。
也不会有家不能回，跑到泰国来，更不会去坐牢。乔乔，只要你这个样子，都是妈连累你，妈逼死了算了。妈，你看，你就非得给咱俩都说哭了，你就高兴了。我这不挺好的吗？你这两天清醒的时候就捣鼓这两句话了。我看你现在正常的时候比你犯病的时候还吓人。不许哭了，哭了愁死了。别哭了，我可不想要那么难看的妈妈。